下午好，下午好。买房卖房直接就可以都进来了啊，都进来了。我之前也是带团队在售楼处卖房子的，12个人的配置，他1个月可能卖的房子能抵得上现在1个主播卖的，它一定是大的一个趋势。When the pandemic erupted and China halted the movement of people, real estate agent Wang Shujuan saw an opportunity. 那时候我忽然发现大家的这种获取信息的渠道呢发生了变化。疫情结束过后，我就开始尝试做线上直播卖房。来切下来。目前来说，其实跟他在实际看房过程当中那种视觉效果还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他看的可能角度会更高一点，看这整个片区的一个发展，学校呀、商业呀，可能引起这个房子升值的一些展开的一些讲解，去引起他的兴趣，然后再把他会在直播间留下他的联系方式。下了直播过后呢，我们这边有助理再去联系他们，线下还要到实体去看的，最后才会成交啊。有多少是通过直播买出去的？基本95%都是。2023年到现在卖了40几套，没有去年卖的多。3、4线城市，特别像我们这种县城啊，它这个房子投资的价值是很小的，整体大行情确实是有点受影响，今年特别受影响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什么价格都不好说，反正便宜卖啊，便宜卖。我1楼单元的，我决定亏10万卖掉，亏10万卖了啊。抖音，the Chinese version of TikTok, has long championed the practice of selling items via live-stream broadcasts. Still, property agents like Wang remain relatively unusual cases. But as home sales tumble and prices tank, debt-laden developers are increasingly anxious for any lifeline. 特别像现在很多开发企业，他还没有意识到这种线上对它的冲击力，还在依赖于传统的那些渠道来给他获取客户。像线下的很多二手房的门店或者是售楼处，他没有人做直播的话，他这个店可能都存活不下去的。现在因为行情不好，我们这个赛道太拥挤了。对我的挑战是什么？是在这个赛道特别拥挤的时候，我要走到最前面。